到你，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此事还要从韩沟复船说起。说吧。各老可能知道，韩沟复船之后，漕运梗阻，食盐无法运抵盱眙以北各县，而各县储备的官盐又严重不足，因此盐荒已迫在眉睫。于是，盱眙以北9个缺盐县的县令联名给刺史大人上书，要求陆路运盐。扬州通往淮北的陆路虽然艰涩，中间又有洪泽湖的阻断，但值此危急时刻，只能暂经陆路转运，以解燃眉之急。我曾听这里的百姓说起，周刺史崔亮派出运盐队在洪泽湖区为水匪所劫，自此崔亮便拒绝再为盐荒地区运盐。正是。后来卑职才从卧虎庄葛庄主的口中得知，在洪泽湖中劫夺官盐的便是他手下的水寨头目。哦，葛天霸是怎样得知盐船何时经过湖区呢？据葛庄主讲，是他的上峰派人来传递的消息。他的上峰是谁？这个就不清楚了。你继续说吧。听说刺史大人不再为淮北运盐，各地百姓怨声载道，县令们更是人心惶惶，不知道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。就在此时，刺史府遗文到达各县，命9位缺盐县的县令立即赴扬州议事。刺史大人到。参见刺史大人。罢了。韩沟屡发复船事件，而今运河梗阻，漕运不兴，食盐无法经运河转运至淮北各县，而陆路狭窄艰难，又有洪泽湖水匪为患，无法保证转运畅通，因此盐运要暂时终止。这怎么没有刺史大人？没有盐，老百姓怎么过日子？是啊，就是再难也要运啊，否则民心不稳，会酿成变乱啊。刺史大人，请您三思而行啊！好了，官盐运不到淮北，并不是说老百姓就没有盐吃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让百姓去购买私盐？文县令此言差矣。盐铁专售自古已然，身为父母官，怎能怂恿百姓购买私盐？是，卑职失言。本州的意思是要各位县令多方筹措，自行解决县内食盐匮乏之事。什么？自行解决？可大人，我们上哪儿去弄盐呢？是啊，大人，您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诸位都是聪明人，我想不用本州把话挑明了。有什么问题，你们可以去问一问文县令。问我？
您的意思，柯大人，本朝严法规制，纵卖私盐是要被判死罪的呀。是哪个要你去纵卖私盐了？可，本州刚刚已经说过了，要你们自行解决。这500两黄金是诸位大人的辛苦费，今后淮北的盐市就全仗各位了。是。当时9位县令早就明白了，其实刺史大人就是要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纵放私盐买卖。恩师，又被你说中了。果然，从扬州回到盱眙不到1个月，官盐售罄，整个淮北地方爆发了盐荒。可盐荒爆发后不到10天，各地便迅速涌现出很多像何武奇那样的盐商。这些人似乎早做好了准备，他们从秘密渠道购进大批私盐，然后以高价售给百姓。早就做好了准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这些盐商们绝不是在各地盐荒爆发后才去筹措私盐，而是有人早已在暗中组织妥当，安排盐商们到预定地点购盐，而后将盐囤起，只待官盐售罄，盐荒爆发，他们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高价盐售出，以谋取暴利。是这样。后来我通过各种渠道明察暗访，终于搞清楚了，整个淮北地方的所有私盐都是由洪泽湖畔的卧虎庄发放的。在盐荒之前，卧虎庄不知从什么渠道囤进了大量私盐，而后在各地寻找具有实力的投机盐商进行合作。他们给盐商发放一种特制的提盐铁卡，卡上注明食盐数量，盐商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将盐提走，这样卧虎庄神不知鬼不觉地便将私盐发售到淮北各地。当时看着何武奇在盱眙城中高价售盐，赚取暴利，真可说得上是日进斗金呐！我这心中是又恨又妒，一直盘算着想个什么办法取而代之。而取代何武奇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设法与卧虎庄的人取得联系，博得他们的信任。真是天助我也，机会就在此时来到了。什么机会？当时犯官通过线报得知，有一批盐枭从海陵盐场运来了5、6担私盐，准备发售。于是犯官便率领手下衙役在半路设伏，擒盐枭，缴私盐，并亲自跑到卧虎庄，将俘获的10几名盐枭和5、6担私盐亲手交给了庄主葛天霸。当时葛天霸要独揽淮北盐市，最怕的就是有盐枭将外盐运进盱眙，因此我这招投石问路，正好是投其所好。葛天霸对我非常信任，当天晚上就将我邀至后花厅饮宴。酒至半酣，我便向他提起想取代何武奇掌握盱眙的私盐买卖。老弟，其实对于我来说，与谁合作都是一样。何武奇不过是个盐商，而你却是官绅，合作岂不更加稳便？是啊，是啊，还望葛庄主费心，欲成此事。老弟，你以为我有盐便是老大吗？哦，葛庄主上面还有人？正是，每一个与卧虎庄合作的盐商都要经过上峰的严格筛选，不能随便更换，除非他死了。哦，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，一切都受制于上峰，毫无主权呢。
首先，所有前来买盐的商人，都是将钱先存入红通贵坊，再拿着贵坊开具的凭信前来提盐。我们卧虎庄根本见不到1文现钱。每2个月，我们便要将盐商付给我们的凭信交给位于扬州的红通贵坊。贵坊通过凭信上的钱数计算出我们售盐的数量，在年底给我们兑出一些现钱。可你知道，那些钱少得可怜，对比起如此庞大的私盐贩售量，简直连9牛1毛都算不上。哦，葛庄主为此事出了这么大的力气，得到的回报却是如此微薄，这真是不公之极呀！谁说不是？葛庄主，你想怎么办？过些日子将有1大批盐要到卧虎庄，我想暗中结下，以现在售盐价的1半卖给信得过的人，再由他前去发售。如果老弟有意，我们倒可以联手来做这笔买卖。可是葛庄主，盱眙城中已有了核武器，按你们的规矩，1个地方只能有1位盐商代销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无毒不丈夫，那你就只有杀了他。以核武器的势力，杀了他谈何容易啊！那就是你的事情了。杀死核武器，拿到他的提盐铁卡，我会帮你跟上面活动，取代核武器的位置。到那时，你表面上的身份是与卧虎庄合作的盐商，而私下经营着我们自己的私盐买卖，这岂不是一举两得？葛庄主，你不用说了，我马上回到盱眙，立刻着手办此事。记住，一定要在盐到之前杀死核武器，做好一切准备。就这样，我回到了盱眙，开始筹划着除掉核武器。而恰在此时，子君约我暗中见面，说要杀死核武器，替父亲报仇。我当时非常高兴，便要他作为内应，2人合力动手除掉核武器。过个1年半载，子君改嫁给我，这样核武器的一切便都归我所有了。葛天霸曾屡屡提到，在他之上还有上峰。正是，他不过是替人出力卖命，挣几个散碎银两，而大钱全让上峰拿走了。你还说到了红通贵坊，这个贵坊掌握着卧虎庄所有售盐账目及所得，对吗？正是，葛天霸是这样说的。也就是说，葛天霸想要背着上峰私下里捞一票，这才与你联手。正是。就在临到盱眙2天后，葛天霸派管家葛彪给我送来一封密信，上面说近1万担食盐已经运到，问我何时才能解决核武器。我这才决定马上动手。哦，我说你为什么如此急于下手除去核武器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葛庄主在信中还说，那些押盐而来的盐枭是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要借犯官之手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永绝后患。犯官这才请来了官军宋都尉，接盐时在太平镇外的柳林设伏，除掉盐枭，将盐车运走。庞四等人押运而来的近1万担食盐，你们藏在了哪里？就在城西废弃的盐里之中存放。文清，下去之后，你要将今日的供述写成供词，签字画押。是，是。水生啊，小青，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来人！大人，将文清关在后园之中，派卫士严加看管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是，请大人放心。走。吉英啊，阁老，而今盱眙县令文清被捕，
县内不可无主，便由你暂设县令之职。是，多承阁老信任。有几件事你要立刻办。第一，彻查文清同党，使盱眙归治。是。第二，关闭何家盐号，查盐号账目，按照文清所说，率人到城西的废盐林中，将那近万担官盐提出，授予城内另外3家合法盐商，命他们按照长平盐价发售给盱眙百姓。是。第三，立即组织县内所有人力物力，准备为盱眙以北的另外8个盐荒县运盐。是，卑职立刻去办。沈涛，在。你马上率处置使卫队护送鲁县令到任。是。鲁县令请。老爷，彭春醒了。哦，走去看看。哎。小人彭春遭逢大难，幸蒙2位仗义元首救命之恩，永生难忘。不用谢我们，你呀，还是谢谢这位怀先生。若不是他妙手回春，我们恐怕也无能为力。先生大恩，彭春万死难报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重伤未愈，就不必多礼了啊。你，是你，彭兄弟，我也是受人指使，身不由己，你别怪我。我知道是葛天霸让人这么做的。那天夜里在焦王祠，你们刚走不到1个时辰，葛彪便率领10几名壮丁赶来了。他们，葛彪兄弟，我在这儿。葛彪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看来你只能做个糊涂鬼了。等我再一次睁开双眼时，我身边所有的人都死了，焦王祠成了一片火海，我拼命的挣扎，爬出火场，这才捡了一条性命。彭大哥，你们为什么要将船停在飞云浦内，而不驶进卧虎庄呢？是葛天霸派葛彪前来传信，说今日风紧，不能进庄，要我们暂时将大轮船停在飞云浦内。第2天，便发生了劫船之事。果真如此，果真如此。看到了吧？你爹早已打定主意要抢劫盐船啊，可却苦于无人下手。用庄里的头目，又怕此事万一传扬出去，被上峰所知，会引来杀身之祸。而就在此时，我们带着庞四来到了卧虎庄，你爹立刻相中了他。第一，庞四是盐枭，与卧虎庄是死对头；第二，他暗中与文清约定，在接盐的同时除掉庞四等人。如此一来，事情就演变成庞四率领盐枭抢劫大趸船，夺走食盐，在太平镇外被缉私的官军所杀，食盐充公。这样，即使事情暴露，被上峰察知，也是官府与盐枭之间的事情，牵扯不到他的身上。而食盐既已充公，上峰也就无可奈何了，他便可与文清暗度陈仓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抢来的食盐暗地卖掉，以获取暴利。葛天霸是你爹？是的，我的好爹爹。那你们都是卧虎庄的人？彭春，你是北沟大仓的监库林阳的手下，我说的不错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，
你有个弟弟叫彭秋，是北沟大仓护卫队的队长。你去过北沟大仓？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0几天前的一个深夜，在北沟大仓的码头前，你正指挥属下将最后一批官盐运上快船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的名字你可能听说过，狄仁杰。啊，你就是朝廷派来查案的处置使狄仁杰？正是。你重伤未愈，我并不想惊吓于你，只是想让你知道一件事情：北沟大仓已被官军攻破，你的弟弟彭秋在押，现在你已经是孤家寡人了。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，就是想让你明白，而今你的老巢已破，上司林阳失踪，把你交到卧虎庄，葛天霸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你杀死灭口。因此，你已经无路可退，只有乖乖地与我们合作，才有一线生机。是。如果我所料不错，你们北沟大仓和卧虎庄拥有同一个上峰，是吗？正是。你们的上峰是谁？铁手团。铁手团，正是。也就是说，韩沟覆船一案是铁手团一手策划的。是的。事到如今，小的就实话实说了，求大人网开一面，饶小的性命。只要你将此案的详情如实道来，这一点我可以保证。大人可能有所不知，铁手团在江湖上势力极大，他们的首领被尊称为宗主。我们北沟大仓的总管林阳，便是铁手团的属下。哦，林阳是铁手团的人。正是。刚刚大人说的对极了，韩沟覆船之事，便是由铁手团一手策划的。小人和兄弟彭秋本是绿林道上有名的横点，就是强盗。2年前，林阳拿着铁手团的金蛇令找到我，说是宗主要他与我联络，共同经营起北沟大仓。当时小人不明白，为什么要建起那样一座大仓里，还要豢养近1000名水鬼。但铁手团宗主一言九鼎，林阳对小人也是礼敬有加，因此小人并未多问，便随林阳同赴北沟招募水鬼，建起了大仓。大约过了半年，小人才从林阳的口中得知，原来铁手团是要向到经韩沟北上运盐的江淮盐铁转运使的盐船下手。这个计划具体是如何操作的，那是上峰的事儿，小人不知道，只知道整个计划分为几个部分。哦，哪几个部分？首先，想要腰截盐船，必须要知道船队出发和到达的时间。因此，每当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船队出发时，我们北沟大仓就会接到漕运衙门传来的信息，告知我们船队何时出发，何时到达韩沟。你说的是扬州漕运衙门？正是。我们接到信息后，便立刻飞鸽传书到总堂，将此事禀告宗主。几天之后，铁手团第2号杀手虎云便会率领一干水鬼来到北沟大仓进行准备。准备完毕，便由小人派快船将其送至指定地点埋伏。只待运盐船队进入伏击圈，虎云便立刻率麾下水鬼潜入水中，将所有盐船凿漏。盐船漏水失去平衡，自然会触到暗礁。虎云在水下率领水鬼将落水之人全部溺死，而后乘船离开。好一个残忍之辈，真是心如蛇蝎。想不到韩沟覆船的真相竟然是这样。是啊，因每次选择下手的地点不同，但又必须是暗礁丛生、淤泥塞道之处，因此必须要提前进行勘察。此事也是林阳与小人要做的，这便是计划的第1步。北沟大仓不是有很多水鬼吗？这个虎云为什么还要另外带水鬼来？北沟大仓的不过是些普通水鬼，
而虎云率领的都是经过严格训练，能够潜入水下几日几夜，生吃鱼虾，且在水中翻刀使杖，水艺精熟之辈。哦，你继续说吧。第二步就轮到了我们北沟大仓，只要虎云率水鬼返回，就说明第一步已经成功了。我便立刻召集北沟所有水鬼，乘船赶往出事地点，将落水的官盐捞起，再用快船运回大仓存放起来。第三步便是葛天霸派来大趸船，将囤积的大仓中的官盐运离扬州，转至卧虎庄。之后的事情，小的便不知道了。邗沟复船之后，运河河道封闭，河面之上昼夜都有巡河官的快船往来巡查。你们的大趸船怎么能够安全通过呢？大趸船上有漕运衙门开出的官凭录引，即使遇到官船，只要出示官府的凭证，便可顺利过关，逃过监察。哦，是这样。恩师，与您推断的完全一致。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现在才可以说得上是真相大白。所谓的邗沟复船案，乃是江湖巨鳄铁手团纠集官府及绿林各道，联手策划的一个巨大阴谋。首先，铁手团派出杀手虎云，在邗沟将运盐船队凿翻，而后林阳、彭春统领北沟水鬼全体出动，将沉入水中的官盐盗捞而起，存入北沟大仓。紧接着，葛天霸派出大趸船，将盐转运至卧虎庄藏匿起来，而漕运使杨九成则是为私盐转运提供一切便利，开具官凭录引，逃避巡河官的检查。之后，我们的扬州刺史崔亮、长史吴文登二位大人便粉墨登场了。他们利用职权，对淮北各地方官吏威逼利诱，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遏制官盐入淮，人为地造成淮北盐荒。这样，葛天霸的卧虎庄便独霸淮北盐市，明目张胆地将邗沟落水的官盐以高价发售到盐荒各县，以谋取暴利。好一张官匪合谋的大网啊！真是令人触目惊心，毫无破绽。看来我们可以行动了。淮先生，您刚刚说的是我爹吗？小青啊，我不得不说，你爹是本案的重犯。我去看看。彭春啊，你知道洪通贵方吗？洪通贵方？没听说过。那你看一看，这封信是不是林阳的笔迹？正是，这是我临行前他亲笔写下的。你与林阳很熟悉吗？是的。他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是官府中人吗？好像不是。林阳的行踪很诡秘，可以说来无影去无踪。他并不常在北沟大仓，我也说不好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。据你弟弟彭秋和北沟的护卫形容，他中等身材，面色黝黑，大眼睛，一部络腮胡须，是吗？是的。不过，你要说什么？小人总怀疑那不是林阳的真面目。你这是何意啊？有一次他深夜来到北沟，清晨小人去见他，发现他坐在铜镜前，正在往脸颊上粘胡须。你是说他的胡须是假的？应该是。
我终于明白了你昨晚说的话。这位怀先生是朝廷大员，他来是要对付我爹的。他要对付的不光是你爹。刚刚你听到了，你爹参与的是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，他们把朝廷运给老百姓的平价官盐抢走，再以高价卖给没盐吃的百姓，真是伤天害理呀！小青，我们一路行来，当地百姓的惨状你都看到，真是可怜啊！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什么话，你就说吧。如果说摧毁卧虎庄，能够拯救淮北地区饱受啖食之苦的百姓，你会怎么选择？那我爹呢？我爹怎么办？我能理解，父女连心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你会帮助他们消灭卧虎庄吗？你说实话，我不会怪你的。说句实在话，于理，我现在就想赶回卧虎庄，除掉这群危害百姓的败类。可于情，尤其于你，我也不知道。但从现在起，我绝不会再帮助你爹做任何事情。我希望你也不要再助纣为虐。你说的对，我爹做的这些事情真是伤天害理，禽兽不如。我也恨不得将他绳之以法，可他毕竟是我的生身父亲呢。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他能够平平安安的，不再为非作歹。如果真的能够这样，我绝不会在乎卧虎庄的锦衣玉食，我宁可陪他沿街乞讨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我看你暂时先不要回卧虎庄了。明天我去求求怀先生，看他能不能对你爹网开一面。真的？我骗过你吗？谢谢你，水生。百姓们听着，县令大人有令，自即日起，官府在陈家盐号、曹家盐号和李家盐号发售长平盐，盐价20文一斗，百姓从速购买。少将，这是真的吗？官府真的要卖长平盐？不会是骗我们吧？我们当差的和你们一样，连口盐都吃不上，谁有力气骗你们呢？告诉大家，咱须臾换县令了，这都是真的。真的，快准备家伙买盐吧。哎呀！听着，县令大人有令，哎，快，儿他们对陈家盐号、曹家盐号、李家盐号发售。认字啊！这上面说的什么呀？乡亲们，这告示上说啊，从今天开始，咱须臾呀吃上长平盐了啊！真的呀？不会吧？已经2年了，怎么突然就有了长平盐？这官府告示还能有假？这上面说何家盐号已经关闭，让大家到城里的另3家盐号买盐，原价是20文一斗。正常，打上午开门到现在，我们啊一直没停过手。大人，
断盐2年了，须臾百姓饱受啖食之苦。大人今日之举，这可说得上是雪中送炭呐！哎，这可不是我的功劳，你们应该感谢处置使大人才对。是啊，是啊。恩师，您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个铁手团的宗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号召江湖势力为其所用，这一点不难理解。可他竟然能够将扬州的3位最高行政长官全部买通，替他为奴，这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呀。不错，扬州刺史、长史都是封疆大吏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却甘愿被这些江湖人物驱使，这确实有些奇怪。今日通过审讯文清，我们确定了洪通贵方对卧虎庄和葛天霸具有实际控制权，而据彭春交代，卧虎庄的上峰是铁手团，那么洪通贵方与铁手团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您认为这2者之间会有关联？这是必然的，双方都对葛天霸具有控制权，一个是账目上，另一个则是刑责上，二者怎么可能毫无关联呢？还有，彭春刚刚提到了临阳易容化妆之事，此事也甚为蹊跷。难道我们在北沟大仓搜查时忽略了什么？此事刚刚学生也在想，如果彭春之言属实，那么临阳现在很有可能仍然混迹在北沟大仓那些俘虏当中。你是说，临阳听说官军攻破大仓，便将伪装撕去，混在守卫之中？有这种可能性。此事我还要再好好想一想。阁老，看看我们的县令大人，真是春风满面。阁老，来，您听到鞭炮声了吗？听到了。这是全城百姓自发的庆贺，终于派来了朝廷的长平官盐呐。是啊，食盐之事牵扯了千家万户的心，百姓们过了2年淡食的日子，今日终于再一次吃到了官盐，他们怎么能不欣喜，怎能不庆贺啊？今日官府的平盐令一发，立时举城震动，百姓们从4面8方赶到3家盐号购盐，那情景真是热烈呀！这才叫造福一方，解民倒悬呐！阁老，卑职发自肺腑地说一句，您是盱眙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！如果所有的官吏都能够恪尽职守，以民生为己任，就不需要我这个救命恩人了。我真希望能够不做这样的救命恩人。大人说的是。而今这里的老百姓吃到了平价的官盐，可尚有盱眙以北8个盐荒县的百姓们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现在邗沟覆船一案已真相大白，我看我们不能再等了，必须马上行动起来。恩师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引蛇出洞。引蛇出洞？正是。你们想一想，邗沟覆船案的核心是什么？盐。一语中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找到了盐，那就是击中了他们最疼的地方。你想，他们还能坐得住吗？有道理。那么盐在什么地方呢？卧虎庄，葛天霸的手里。不错。因此，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攻破卧虎庄，
找到藏匿于庄内的大批官盐，引幕后元凶跳出来，再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你们随我来。你们看，这里就是卧虎镇。曾太，你连夜乘官船赶回扬州，召集大队卫士，马上出发，赶到卧虎镇以东40里外的焦王祠安营。焦王祠？据元芳和庞四所说，焦王祠山高林密，有利于大军隐蔽。明白了。5日后，我会带着元芳、吉英和这里所有的卫士，赶赴卧虎镇与你会合。是，恩师，学生马上回去准备。记住，此事要绝对保密，不可被崔亮等人察觉。恩师放心。吉英啊，大人，上次你说到，曾经看过李汉大人留下的那封密信，是吗？正是。能背下来吗？卑职只看过1遍，可能无法全篇背下，但我想，宁贤妹也许可以。好极了，你马上去找他，将那封信中涉及的所有受贿的扬州官吏全部写下来。好，卑职马上去办。此事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做好。请阁老放心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